好，科技方面还有一场半导体相关的战争仍然在持续进行当中。我们要说的就是安氏半导体之乱啊。中国大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最近表示，中方正在积极推动文泰科技尽快的和安氏展开协商，解决企业内部的纠纷。而最近几天呢，文泰科技向安氏提出了邀请啊，希望对方能够到中国大陆一趟，针对企业控制权还有恢复供应链的稳定与畅通进行协商。不过，安氏半导体前首席执行官呢，他就向《纽约时报》透露，他说，2019年中方企业收购了安氏之后，负责人就迅速开始策划这个将研发还有技术都转移到中国大陆。好，我们有一句话听过，叫破镜重圆，但是现在破镜难重圆，因为有裂痕了。争议之后，现在感觉啊，中和双方都是各怀鬼胎。现在究竟双方的盘算怎么看？我想第一个啊，我们现在在一个世界就很复杂啊，这个国安凌驾经济的世界啊。但是事实上，本来先进国家需要便宜的产能，落后国家需要先进的技术，本来就无可厚非。但是世界现在就在走所谓的两个供应链的一个概念嘛哈。但是如果要赌中国技术的提升，事实上也有土法炼钢的方式，它可以不断的往上走。但中国大陆需要做的事情，就要把市场做大，所以让科技公司他会想要拉比本国政府，如果不卖的话，就太可惜。那这个事实上基本上就美中两个神仙打架，基本上这个中间的国家你不能跟着起哄，因为一起哄以后，等到美中谈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里外不是人。最终的结果就是科技是科技，市场是市场，最终它还是按照一个商业逻辑，最终会往那个方向去走。对，因为就事论事哈，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合法合规的情况之下，这件事情其实看起来。文泰也在声明当中，他强调，他说呢，作为安氏半导体的合法控股股东，要解决当前冲突的前提，就是恢复完整的股东权还有控制权。所以，如果真的想要拿回实质的这些控制权的话，安氏因为有了先前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了，这个状况，他们一定想接下来要想办法避免啊，他们会怎么样能够采取一个相对的防守策略？第一个，当然商业行为本来就是股东控制权，有钱人的说话啊。但是当你拿起这国安的大旗，或者说内部做摆烂，当然这些都可以去做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就发生嘛哈。但是去 manage 这个 situation， 第一个还是要掌握钱袋子，因为有钱掌握这个钱。第二个当然是最后永远是可以用合并的方式去漂白出场，这最后总是有一个解决的方式。所以在股权上面，您觉得他未来会不会因为在股权的这个比例上面，会想办法他要来争取？商业行为上有很多，就是所谓的控制权，你可以去发一些奇奇怪怪的股票去逮入你的投资人，但你也可以去拉比你的政府去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对，这些都是违反商业行为、违反经济行为的一些事情。那刚才有提到，就是说美中两个神仙打架。最终到底真的是什么？那中国该做的事情就把市场做到全世界最大。你不卖过去，你就会很难过。那同样的东西，就是回到这中间的这些国家，不能跟着起哄，因为最终的行为钱最大。对，所以这次你看到安氏之乱哈，我们说这个争议哈，这个荷兰有点里外不是人啊，所以现在还在想办法处理这个烂摊子。大陆商务部长王文涛8号在北京。这个会见了到访的德国外长瓦德福哈，双方也针对中欧之间的经贸关系彼此交换意见。那王文涛表示说，当前最重要的，当然他们也提到了这个安氏这件事情啊，他说荷兰政府应该要停止不当行政干预，不要动不动就拿出国安的大旗哈，尽快的稳定半导体供应链，防止引发全球汽车和消费品产业的风险。而这个瓦德福呢，则表示说，德国愿意在安氏半导体的问题上面发挥作用，与中方一道来推动企业尽快找到长期又有效的解决方案。因为德国跳出来了，现在好像要扮演这个和事佬。大使觉得德国主要的考量是什么？
就是因为它的汽车工业现在拿不到足够的这个它也是车用遭电脑殃者是吧？对，因为很难找到替代品。是，因为你一个新的替代品，你光这个在达到这个试用得到安全规范要3年了。所以就是现在已经在市场上了，已经被德国汽车产业普遍使用这些芯片，不是制造不出来，而是你很难拿到足够的法规，那冲击很大，得到法规同意，立刻让你就补充上去。所以德国现在汽车产业是如热锅上之蚂蚁。所以这次瓦德福到中国大陆访问，这是他负担的肩膀上的重任之一。可他没有讲说他要怎么样扮演一个和事佬，他到底是向中方施压，还是要向荷方施压？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对中国大陆施压，中国大陆是受害者啊。明明的我的产业被这个荷兰这个政府用行政命令接管，对，这个是对所有外商投资来的一个噩梦。事实上很多国家它都有签订投资保障协议，你的外资在你这边该国投资的话，你的政府能够采取适当措施，对这个资产加以接收或者没收那是有一定程序的。那所以就变成这个荷兰做这一件事情，就我们看有关这个国际投资案例来讲，是极为罕见的，对，还极为罕见，而且发生在欧洲荷兰这个国家。所以荷兰的这个经济部长在国会讨论这个案子，受到荷兰的国会议员严厉的指责，认为这个把荷兰这个国家的名誉都搞坏了，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现在这个状况。那我觉得就是说，德国应该他会比较对荷兰施压比较重，因为虽然这个现在所有的这个大概车用晶片都是在欧洲生产，可是问题它产品它的最后封装70%是送到中国大陆，在这个深圳的厂把它封装的。那中国大陆现在就对深圳这个封装完的成品做一个出口的管制。所以这次我觉得瓦德福他也基本上他也跟王文涛谈了一句话，谈过。王文涛他说他非常重视德方的关切。那他讲了一句，他说当务之急还是应该要求那个荷兰政府对安氏公司的不当行政干预做出纠正，那么才能够稳定半导体的供应链。所以目前在这个事情看起来的话，好像的话，这个德国到北京去谈，应该他要跟北京这边来做某种的实力的展现，就是说他能够把这个荷兰的问题荷兰方的问题他能够解决。那如果他不能够解决荷兰问题，他要对中国大陆施压的话，那可能会适得其反。那他怎么对荷兰这个想解决，怎么解决呢？那这个筹码很多像川普就是说 tariff 关税。对，那事实上相对来讲的话，当然荷兰也是一个很活跃的制造业跟这个贸易国啦。可是我觉得我曾经看过这个德国到荷兰的这个公路上那个连结车是真正全部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德国有很大一部分的出口是用到这个荷兰的比如说荷兰的鹿特丹或阿姆斯特丹的港，所以它在物流上面，我自己难怪他要挑出来做和事佬，因为这个影响太大。事实上，我自己亲身的体验，我就认为德国这个荷兰的物流业可能对德国的依赖就很重。最近也听到这个荷方这边的经济大臣卡雷曼斯，他就出来打圆场，他说：“中方最近一连串的回应并不是当初荷方所预判最可能出现的情况。”那言下之意是不是说，当时我们并没有预料会酿成如此重大的状况但是就目前来说呢，就荷兰来讲，他们的干预计划已经达到了。他们希望做到传统晶片不依赖非欧供应商的目标。好，那当然荷兰呢，除了晶片以外，当然最有名的就是我们一直也在节目当中讨论到艾斯摩尔这个光刻机阿斯摩的这个光刻机。所以从艾斯摩尔到现在谈的安氏，荷兰在对中国大陆的这个科技互动或者我们说攻防上面，他们从这一刻 Chinese lesson 上面学到什么？你觉得？
就是回不到以前的情况啊。以前ASML 是非常有名和重要荷兰公司，机器是可以卖到全球，包含中国。而且那个时候也是可以欢迎中资来入股本地科技公司。但是现在时代已经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所以以后还是有，尤其是来自美国了，但是也是来自欧盟里头的这个压力。还是要跟中国保持距离，那有一些机器是根本不能卖到那边去。那另外根本以后不会让中国投资比较敏感的科技业去。这个也是一种，你说不让中资入股这意思？对，就这个是除了美国还有英国西欧国家，就是一个趋势啦。以后不会让中资入股科技业敏感的科技公司是不可能。可是入股不入股，这不是由市场来决定，或者说公司方面在治理上？这个已经不是市场决定的，这个已经是政治决定的，所以。每个国家都有相关的外资来投资的审核机制，而且最近几年这些相关的规范是越来越严格了，所以这个不管是荷兰、德国、美国、英国都已经做下决定了，所以不会回到以前的时代。就像刚刚安雅老师分析说这个国安大旗拿出来了啊，就以国家安全为目的。然后，因为你是律师嘛，那未来的话，在法规上面会不会制定的更严格？对中资来说是根本不可能以后投资科技，就是觉得可能性很小了，越来越低了，很小。尤其是如果是晶片或最新的科技之类，那根本不会过关了，不可能。OK， 好，等一下回到节目，我们来聊的是最近非常夯的稳定币，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